你是否梦想过能住在这样一个地方？清晨登顶摩天轮，看旭日东升；午餐在米其林3星餐厅品尝顶级佳肴；晚上在豪华公寓的无边泳池中。这里是新加坡，一片现代化的乌托邦，也是全球最昂贵的城市之一。说它昂贵，绝不是夸张。连续3年，权威机构将新加坡评为全球最贵高端生活城市，引起了无数话题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一张买车资格证就要10万新币，一碗普通的杂菜饭要21新币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根本承受不起？但是诡异的是，这样的天价生活却并没有阻止全球富豪蜂拥而至。他们到底看中了什么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一章，天价消费领跑全球。在新加坡，开得起车不仅意味着财力，更是身份的象征。因为这里的车辆用车证，简称 COE， 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政策。简单来说，想买车，首先你得买到资格，这张小小的纸能决定你是否有资格在这座城市开车。而现在，这份资格的价格已经飙升至10万新元。注意，是一张证件的成本，不是车本身。10万新币放在一些国家，可能购买一套不错的公寓。觉得离日常生活太远，那我们聊聊新加坡人每天要面对的吃饭费用。过去，你在一个普通食阁花4新币就能买到一盘杂菜饭，包含2菜1肉，满满一餐。但现在，这样一份基本套餐已经涨到至少10新币，稍微高端一点的，比如一碗龙虾拉面飙到608新币，这几乎够支付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半个月租金啊！根据官方数据，过去10年间，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逐年攀升，仅饮食成本这块便上涨超过30%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压力不言而喻。我们接着往下聊聊靠工资养家的打工人，在这样的高消费环境下，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？第二章，外籍打工人的辛酸日常。新加坡挣钱，新加坡花。这句调侃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大多数打工人的现状。工资到账后，经历信用卡账单、房租水电费、保险扣款等分割战场，普通人基本就只能月光收尾了。在新加坡，储蓄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看起来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。每月赚4000新元，交完租房、还贷款，几乎只剩下800块自由支配。吃饭、交手机费、交通费后，真的是看着最后几块钱不敢多花。对于普通员工来说，过去的储蓄心态正在被生活成本挤压的几乎无影无踪。一项研究显示，超过72%的新加坡人将生活成本上涨列为首要担忧。而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数据是，疫情之后，新加坡人的购买力平均每年下降 0.4%。归根结底，通货膨胀让扣除成本后能支配的实际收入非常有限。第三章，高净值人士为何仍然选择新加坡？同样是生活在新加坡，你发现了吗？普通打工人觉得负担不起的城市，却成为全球高净值人士争先恐后抢占的一片热土。新加坡不仅吸引着资本，更成为了很多亿万富翁家庭的第二家园。这里到底有什么让富豪圈如此趋之若鹜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安全。新加坡的政治稳定性和全球领先的安全水平，让富人们可以毫无顾虑的定居，而这里的教育水平也是全世界顶尖，吸引全球名校的家长们扎堆申请。这里更是全球首选的财富避风港，个人所得税最高 22%， 相比一些国家动辄 40% 的税率优势明显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没有遗产税，任何巨额财富都可以合法且低成本的传承到下一代。从过去2年的数据来看，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已经迅猛增长。过去2023年，这里有1400家家族办公室，而到了2024年，已经突破了2000家。当普通人捉襟见肘，富人却在这里追逐更长远的财富布局。但问题是，这样的发展模式真的能长期维持吗？让我们接着往下。第4章，消费观念转变，为什么不再储蓄？我们发现，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高净值人群，都在新加坡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观，储蓄越来越不流行，消费反倒成为主旋律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，先买后付模式正在快速普及。一份统计报告显示，在2021年，新加坡先买后付交易额达到4亿新币，比2020年增长近4倍。这种模式被认为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消费文化。相比储蓄，更多年轻人愿意先为品牌形象消费，比如梅赛德斯豪车近2年销量持续攀升，显示出本地人的耐用消费品偏好。而这些观念转变也反映了一种压力下的心理调试，与其存不到未来，不如享受现在。这种观念的转变，让新加坡成了一个既压力重重又充满诱惑的城市。走在街道上，你会看到普通居民在为每一分钱精打细算，同时奢侈品消费却在全力飙升。这样一个既天堂也地狱的城市，你怎么看？新加坡，一座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，它以极致的现代化与昂贵的代价闻名全球。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里生活，你会如何选择？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答案，我们非常期待聆听您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给我们点个赞，别忘记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不会错过任何一期关于新加坡热点解析的精彩视频哦。